宝宝，你今天不打游戏啊？你昨天打的什么？星期雨是的。哎，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好开心的事情，总之就是很开心。开车去地铁站2个半小时，小猪2个半小时，你都可以从成都的这边坐到天府广场去了。北京有这么大吗？我地理不是很好，北京有这么大吗？北京跟上海哪个大呀？有没有在北京和在上海的宝宝们？北京和北京和上海的地铁哪个跨度最大呀？玩永杰和 CS 啊，没有人玩那个奥比岛吗？没有人玩奥比岛吗？奥比岛选手只有1个。站了2个半小时，这个镜头怎么在抖啊？是不是又大点？北京比较大是吗？香香软软，是的，香香软软。今天找了个师傅把我那个厨房的那些不是厨房，把我卫生间的那些架子给安装上了。我给自己买了那种很复古风的那种复古金色的架子，我把浴室的架子全部拆掉了，我自己拆的，我是不是很厉害？我要是会打钉子的话，我就完全可以自己一条龙了，但是我不会打钉子，我不敢打，我觉得那个电钻去钻墙很可怕。我要是再胆大一点的话，我完全可以自己一条龙。我知道我所有的什么拆呀、买呀、安装啊，我全是自己来，就差那个打钉子了。哎呀，我要是会打钉子的话，我就好。总之今天下午找了个师傅帮我装的，然后还顺便让师傅帮我打了2个挂钩。嗨，你好，谢谢宝宝关注，谢谢宝宝们的人气票，欢迎大家，晚上好。现在有20个宝了，欢迎大家。地铁上不用扶着不会倒啊！我最讨厌这种，我最讨厌那种人挤人的地铁，那种人挤人的，我觉得就会整个人都很不自在，连手机都玩跑。如果人少的话，你还能靠在一个角落，或者是有个座位，你还可以玩会手机解闷儿。人多的话，我感觉你玩手机都玩不好，然后就是无聊的在里面站着，然后不是里面又很吵嘛，你听歌也听不太清楚，所以我现在就是很少坐地铁，除非真的特别近，一般的话我就选择多花点钱去打车。点赞赞。我再说，如果我要是会打电钻的话，我就完全可以自己一条龙了。我还用得着，就是为了打个钉子，我还得专门在网上请师傅。师傅收费也贵哎，这个师傅就打几个钉子的事儿啊。虽然我说这个话，可能直播间有没有那种修理工专业的？就是我的视角来看哈，因为我找那个装灯的师傅，人家给我装这个水晶灯，一串一串的给我装好，跟今天找那个师傅就是打钉子，他就往里面钻几个钉子而已，价格是差不多的，我就觉得就是可能人家内部就是这样的，但是我一个消费者来说，我就觉得这2个差别好大呀。
还不如就是再买2个灯，然后我就找那个装灯的师傅，然后顺带让他帮我打2颗钉子。他就转是吧？因为我之前找那个装灯的师傅，他还给我装了2个灯呢，2个灯都是那种水晶灯，装蛮久的。最近是不是瘦了？是的，瘦了。我发现我胖的很快，瘦的也很快。我现在瘦就是不吃饭。前段时间不是吃的比较好嘛，我胖了5斤。然后因为我接了个广，需要有那个拍摄需求，我就想说不行，我得把这5斤减下来。然后我现在反正已经减下来了，5斤已经减掉了。我最快的方法，最直接的方法就是不吃饭，一天就是咖啡，然后饿了就嚼点小饼干什么的，这样几天就瘦下来了。水肿嘛，我不知道，我也不太清楚是水肿还是真胖，因为我前段时间真的吃的挺好的，就各种什么炸鸡、高热量、奶茶，就天天奶茶的那种。然后我之前有挺长半个多月吧，没有称体重，就这样天天吃，然后天天吃夜宵，我还熬夜吃夜宵，就这样很快就胖了。一称体重发现自己胖了5斤。如果要不是有一个接广的需求的话，我应该不会去接，主要是接了一个要露腰的广，我就想说得把我腰上这个肉肉给它稍微消下去一点比较好看。我接了一个那种束腰的广，所以他可能到时候需要我露腰之类的，我还没拍。谢谢灯牌，欢迎大家。确实是胖了是吧？炸鸡火锅奶茶，我觉得应该是那个炸鸡然后奶茶。炸鸡那个什么鲤鱼炸鸡腿，最近才发现的新宝藏，它那个手枪腿超级好吃。看出来有熊大，主要就是没见过我真人，因为网上的大家我都是有开瘦脸那些的嘛。我真人的话胖的很明显，就是胳膊、腿、腰还有脸这里很明显，就整个人是那种浮肿的。好像也算水肿吧。欢迎神念，今天不是疯狂星期四，我就从来没有做过疯狂星期四，因为我不怎么吃肯德基。没带没痛，我带的有宝宝，带的有，只不过我现在喜欢带这种比较小一点的。今天带的是一个绿色的，但是大家可能看不太清。我的美瞳也快用完了，新的美瞳要明天才到。我明天那个洋洋家的新衣服也到了，之前只到了1点儿，所以明天我有一个重大任务，就是要拍上身，只到了一半，我都忍着还没有拆呢。然后明天是剩下的那些到，明天下午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拍上身。日抛美瞳啊，不是，这个是以前买的了，以前旅游买的。我发现我最近也爱上戴日抛了，因为它不需要像那个年抛一样，我还得换水去供它。日抛要方便很多，而且现在日抛也没有说特别贵。谁给我送的这些小脸？阿斯大宝宝，谢谢斯大宝宝。
我的脸怎么样？今天只睡了3个小时的脸，我替你揉一下，还是挺软的啊！我想起来了一个今天很快乐的点，今天化妆的时候脸上没有那些斑驳、卡粉什么的，反正今天就是越画越觉得今天画的真好，很开心，好久没有这种感觉了。然后我就边画边在那想，我不是才睡了几个小时吗？为什么今天这个妆这么好？今天底妆质感特别好。晚安小猪，去睡吧，去睡吧，辛苦了。呀，郭哥哥来啦！郭哥哥 ，hello， 晚上好呀。今天是黑猫，然后今天找了半天没有找到我那个黑猫的猫耳朵，只能拿白色的了。谢谢我郭哥哥的亲吻。最近在干嘛呀？最近还在睡桥洞吗？旧的呼气现在不来，是毒是毒？被谁传染的呀？在忙，在忙，但是我每次直播你都会来露一点，露一下。这么喜欢我吗？谢谢郭哥哥。忙着想我，哎呀，完了，被撩到了，被舔到了，你要负责哦。好不好，哥哥哥你负责。我看看我今天要你的什么器官呢？你把你嗓子给我吧。你把你嗓子给我，来换掉我这个脆皮嗓。我相信你们的嗓子肯定都比我好。喝水能变轻快，是的。啊，这个也是好早买的一条茶具了，给它用上。续杯续杯。现在喝水就靠直播了，直播时自己多喝水。泡着红茶，变勤快。实际上我买新杯子的话，也就勤快那么2天，但是直播的话是确实会喝的很多。这个是真人的声音吗？当然啦，大家生活中真的没有那种娃娃音的女孩子吗？这么少？虽然我从小到大周边好像也没有谁，大家周边也没有吗？喝咖啡吗？对，它其实是个茶具，喝下午茶用的。大家放心好了，我这手机直播，手机也没办法开那个什么变声器啥的，也没有这些设备。真声，感谢启度喵，谢谢宝宝宣传。我看看我今天播，明天我肯定是播不了了。明天我估计这个时候在忙着后期，明天是个巨大工程量，那个剪辑量我可以忙到半夜去。后天周6是不是？后天我争取播，因为周日有事情，周日我应该也播不了。现在剪辑组干嘛呢？我不知道，好久没看了。上一次刷到他还是那个舞蹈视频，也是在户外。啊，今天周五啊？今天不周4吗？啊，今天周五啊？
2天不见了，宝宝们。明天拍摄，后天有事儿，我们起码2天不会见了。啊，我以为这周还能再播1天呢。再剪辑。哇，明天那个工程量，明天拍衣服的话工程量巨大，我可以拍1个下午。1个下午，然后后期的话，后期加剪辑，我要忙到半夜去。然后再沉浸一下自己的美貌，翻来覆去的看个10几20遍，可能今天早上吧，哦，明天早上了。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明天，首先快递它能早一点到，它最好上午到。这样的话，我上午化妆，我下午就可以开始拍。它如果下午到的话，我就有点来不及了，虽然也能拍。然后这是一个大前提，再一个大前提就是明天太阳要好，明天阴天的话也不太好拍。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明天成都市出太阳，希望真的会出吧。有点库存，是拍其他的。舞蹈的话，今天拍了3条了。今天有库存，有好多库存。今天还拍了那个，就是那个手动变装的，手动脱衣服变装的那个，拍的那个，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谢谢可乐嘉宾宝宝的捏捏猫脸。今天是一个妆化的特别好的猫脸。海边拍1条，我想，我现在都还在想我50万了拍什么，因为50万的话肯定想给粉丝们搞点福利嘛。我还在想50万拍什么。我记得很早的时候在直播间说的是拍婚纱，但是婚纱我情人节拍过了，情人节迪欧那边拍过了，然后我就没想法了拍什么。去海边的话，我不知道我有没有那个时间预算去一趟海边，主要是我一个人去又不行，我必须得搭上好朋友。我不可能说就是这么厉害到我为了去海边拍个照专门飞一趟海边，然后找个摄影师，有点困难。你好呀，王子，你会是我的王子吗？欢迎你，晚上好。中式婚礼，大家真的很喜欢婚纱是吧？大家就喜欢妻子是吧？中式。没拍过，可以试一下。但是我没有那么的喜欢中式，我还是喜欢那种大纱纱裙的。有对象吗？没有对象，但是我有很多的哥哥们在这呀，在这我有很多爱我的哥哥们。哥哥们不比对象小吗？哥哥们只会宠小公主，只会宠喵喵。哥哥们不会说来专门气我，来跟我吵架。哥哥们只会宠我，说好话把我哄着，天天夸我。这不比对象香吗？是不是哥哥？古风我想的就是古风，但是我对中式的婚礼兴趣不是很大。鱼尾裙嘛，鱼尾裙的婚纱倒是看到过有。鱼尾裙啊，那我得找个什么场地去拍？凤冠峡，如果我要去
拍那个中式的话，我应该找一个摄影棚就拍了，那个倒是方便。但是我这个人我不太喜欢去那种棚子，我喜欢那种去外面就是生活化一点的地方，然后随便拍拍的这种日常感。我不太喜欢影楼拍出来的那种感觉，我喜欢日常，因为我的粉丝受众群体都是哥哥们嘛，大家男孩子比较多，然后我就很喜欢那种像日常大家对待小妹妹或者对待小女友那种的感觉，那种约会感，我喜欢这种。城堡啊，成都倒是有一个大城堡，也行。但是鱼尾裙我那个红色的好像有。王子哥哥你应该是男孩子吧？王子你可以去我主页里看，我有一个红色的裙子是有点类似鱼尾的，喜欢的话可以去看看我的视频。该建新粉丝群真的吗？好吧，我下播去看一下。都有看，真的吗？谢谢。上一座，在上一个昨天发的那个有流量，然后我的粉丝它终于涨起来了，终于破.5了。现在咱们离我们的50万大目标就差5000不到了，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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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份50万，哎不错，5月份可以，咱们5月份往上冲。反正我到什么.8.9的时候，我就可以去准备拍照了。然后到时候也是依旧给大家打那个拍立得，当做那个50万礼物。暂时先有这么个计划哈，现在就是愁拍什么，穿什么衣服去拍。人和群都满员了。啊，好的，谢谢神年宝宝提醒我，下播去开。怎么好看？是你们最喜欢的喵喵喵！欢迎谷子宝宝。单独有一张。哦对好，之前好像答应过卡总说要拍那个红裙子。红裙子我找什么地方拍？啊，感觉很适合找一个那种比较昏昏暗暗的酒吧或者那种西餐厅什么的，然后到时候梳一个那种盘头发，或者就是黑长直。好，我开始在设想。把童宝薅走，请童宝吃饭贿赂他，然后让他边吃饭边帮我拍照。把咱的童宝薅走。谢谢宝宝。灯牌。疫苗都打我吗？我成年了。谢谢椰子宝宝，你最好看，谢谢宝宝。反正这个拍照的计划我先计划着嘛，现在还早，我们要沉住气。或者接下来有什么突然间火起来的服装风格流行什么的，就又有新选题了。反正现在先不急，等快到50的时候再。美亮哥哥来啦，
几次没看到你啦？老真的这个发型显得我脸很大。事太多了，来我这儿就忘记所有的烦忙吧。来喵喵这儿，你就只会感受到快乐和放松。先给一个波波，让美热哥哥放松下来，然后再给你递上一杯热茶。喵喵特制红茶，加上我们大品牌山姆的牛奶。今天买那个山姆的甜品踩雷了，买了一个那个泡芙，结果好甜好甜。现在剩下3个，我还不知道怎么办。美肉哥哥，我寄给你吧，要不要？你看你最近这么忙，就适合吃点甜的来放松一下。我把那3个齁甜的寄给你。反正剩下的3个我是不会吃了，但是丢掉又觉得好可惜，但是好像又只能丢掉。如果说去拿给童宝吧，童宝他也不吃甜的，我俩都不爱甜。如果跟我家邻居认识就好了，没准他们能吃甜的。今天出去坐电梯的时候，就是住那边的，那边有一户的姐姐，终于碰到她了。以前都是碰到她男朋友，我从来没有碰到那个姐姐。然后今天等电梯的时候碰到那个姐姐了，特别漂亮的一个姐姐。我就在那个后面偷偷，我这样看手机，然后边看边瞄人家，特别漂亮的一个姐姐。我要是认识那对就好了，我就去问问他们吃不吃甜的。欢迎大家，谢谢宝宝的关注。我怎么感觉我嗓子越说话越好一点了？那还是先播1个小时起。欢迎大家，晚上好。我还是觉得今天像周四，怎么就周五了呀？马上这周又要过完了，那我就剩下1天。我还想说要去计划买点东西，明天的话没有时间去买了，怎么办？大家又不说话了，我就喝2口。突然不说话，在打游戏吗？现在8点51，还在打游戏吗？不说话啦。又到了我最怕的时候，我现在不敢去跟人交往的原因一部分也是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聊天。我发现我从小就是这样，从小完全不知道会跟男孩子聊什么，所以我小时候只跟女孩子玩。
特别是就是那种小区里的男孩子啊，还有班上那种男孩子啊，我就很疑惑，就是其他女孩子为什么能跟男孩子们玩得好呢？他们在聊些什么呀？我一碰到男孩子就完全不知道说什么。你好呀，我好久没有看到这个称呼了。那比方说，反正我觉得我直播间现在这么多人，肯定30个人肯定是男孩子。那如果你们以后有对象的话，你们对象不说话，然后你也不说话，你们会觉得很尴尬吗？你们是那种安静型的，那你们如果对象也是像我这种安静型的，你们会尴尬吗？女孩子嘛，我好像更招男孩子喜欢。看直播，没有，我不是说直播，我是说你们以后的对象，就是因为现在大家都不说话了，然后我就说，如果你们以后的对象也是那种话少的，然后比方说我们2个人在这吃饭，我是你对象嘛，比方说我们2个在这吃饭，然后我们2个都不说话，你们会觉得不舒服吗？反正我是会觉得非常的不自在，所以我就很希望我以后的对象，还有包括异性朋友呀什么的，都是那种话痨的比较好，这样我会舒服很多。2个人静静的啊，真的吗？那很佩服你的心态哦。我虽然说不说话的话会比较舒服一些，但是我心里会特别慌，我就会开始胡思乱想，我就会想说，对方是不是觉得我很无聊啊？是不是觉得就很不喜欢之类的，我就会在那儿乱想。为啥会不自在呢？你说我嘛？会害羞了？害羞都好，害羞都好，我至少知道就是你的反应是对我起码不是讨厌的，害羞都还好。我最怕的就是那种，跟一个异性，然后他脸上没有表情，又不说话，或者要不就是也不跟我交流，就在那里看手机，然后我就会觉得特别的慌。不说话不啦，当优童吗？优童那个是相处了，优童宝贝是这样的，就是我跟人不是谈朋友，就是跟人处好朋友的时候，我会去观察，就是在你面前我是不是可以完全放松下来，我是不是可以在你面前什么都不用装，我不用装着就是很活泼很说话或者很成熟什么的，我可以完全做我自己。优童宝就是少数的，我可以在他面前完全做我自己，然后不会担心就是他会觉得哎呀喵喵怎么这样呀之类的，所以我在他面前就特别放松，不说话也很放松。我们2个人就尬在那里，就在2个人在那沙发上躺着各自玩手机，我都不会觉得，但这种情况很少哎，而且相处很久，我跟优童宝处那么多年了，然后才慢慢放松下来的。一种他是成都是吗？成都地域限定是吗？都不会完全放松啊！啊，我也是，我在我爸妈面前也不会放松。就是我在我爸妈面前还有那个包袱在的，我不会做出一些比较那啥的事情。
且我也是那天我妈妈跟我吐槽了一句，我才意识到我好像对谁都很客气，包括跟自己爸妈。比方说我在家里想吃一个什么东西，我会先去问，我会问说妈妈这个我可以吃吗？然后妈妈就会说家里的东西你想吃就吃呗，你为什么要问呢？然后我就才意识到哦，好像，但是我就是会去问一下。我会觉得这是个礼貌，就是跟爸妈就算这么亲密的关系，我还是得去礼貌问一下。乖乖女的包袱啊，有，挨打了吗？也没挨打呀。小时候我记得有一次过年，家里买了几箱那个果冻橙，然后因为爸妈都在上班嘛，就我一个人放假在家里，然后我没2天就把那一箱给吃完了，就一个人在那儿拿一个的吃，都没有给我爸妈留的那种。然后我爸还给我回来还吐槽了，看到那个空箱子就吐槽，哇，你一个人全吃完了。也没有被挨打，但是我就是会问，他会咪咪咪妈妈啊，确实。过期没？啊，这样的吗？啊，不过家里如果是那种比较像爷爷奶奶那辈的话，他们不是会把那个吃的只要没吃完，他们就会放很久吗？这个问一下倒是情有可原。哎呀，不太想听日语，想听中文的。其实我在外面也我跟朋友相处也蛮客气的。之前也有朋友这样说过我，就是说跟我相处这么久了，大家都已经相处了好几年了，还是觉得跟我中间隔着一层，好像是这样。所以就是我交朋友的话，我很少会完全的把自己最真实的那一面展现给别人，我还是会多多少少藏着一些。最真实的自己只有自己知道了。我感觉话题突然间有点哲学了起来。欢迎大家晚上好。这很真实是吧？想过恋爱吗？挺想的，而且特别是就是人在脆弱的时候就更想了。我经常就是在有些内耗的时候，我就特别想要有人来抱抱我，就是那种体格比我大很多的，可以把我一把搂在怀里的那种。我就真的很想要有个人来抱抱我，然后摸摸我的头，然后我就可以埋在他的胸肌里哭，就是这种。但准确来说的话，谢谢我宝贝给我送鹿仙子。我有没有小鹿的呀？我去拿个小鹿的宝宝。
突然来过圣诞了。就是准确来说的话，我可能不是很想恋爱，我主要就是想有个人安慰我。因为我只要坚强起来了，觉得哎我又可以了，然后我就不会想着恋爱啥的。但是脆弱的时候就会很想很想。来宝宝，我们提前过一下圣诞。你的小鹿来啦！好小的鹿角。好像我去找东西的时候出现好的弹幕，我一个个看一下哈，宝宝们等我一下。买的东西不以为是他买就客客气气的，会吃的比他还多。哦，那这种如果对方不跟你生气的话，那真的是好朋友了。我跟我对象是怎么认识的？我跟我对象吗？喵喵喵喵喵喵喵，其实读喵才不是只是声喵叫呢。这些心想要恋爱，长期心想着单身。啊 ，yes yes yes， 就是我会很喜欢恋爱的那种甜甜的感觉，但是一想到后面会什么吵架啊、冷战啊、同居啊那种麻烦事儿啊，我就开始皱眉头，然后就又不想了，我就只想要那个甜甜的部分。我甚至现在都有点想要，就像那种美剧里的，虽然中国大家的观念比较专一嘛，就是说最好你就是谈一个要认真的去谈。我最近都有点羡慕像美剧那种，他们就是喜欢一个，然后觉得不对了就换，马上换下一个。我觉得这种方式好像也挺好的。天天刷华子安慰，哇，那这样的话，有这样的歌的话，我天天去给这个歌去寺庙祈福，我祈福他健康，我祈福他事业有成，我祈福他天天开心，我天天跑寺庙。找个当朋友啊，我有一个，但是他在长沙，我们只有过年的时候才会见一下。那个朋友挺好的，就只可惜我们去年去国外旅游的时候，他因为家里就是妈妈生病了没有来，不然的话他可以跟我们一起玩。我们当时整个小团队就差他了。因为他男孩子嘛，我们想说去国外的话，有个男孩子还是安全一点。就只可惜了，他因为家里妈妈的事情就没有来。晚上好，晚上好，星落宝宝，回晚了，不好意思，谢谢宝宝们的灯牌。哎呀，我漏掉了好多。第一次见宝宝直播，真的吗？希望我今天能给宝宝带来一个好的体验。今天我状态还行，现在还是很快乐的，没有说我们又开始那个 emo 模式。希望能给宝宝带来一个好的体验，欢迎宝宝。那种都是剧本吗？这个我不知道哎，但是网上不是很多都说综艺都是有剧本吗？什么什么的，我不知道，反正就是看个乐。朋友关系会长久，大学真的没那么多摩擦事件。大学好像是，感觉大学各玩各的。反正我们寝室挺和谐的。然后其他寝室也没有说过闹出过什么大的。哦，有一个，我曾经遇到，就是租房的时候，有那种黑心中介骗我们的
房租钱，骗了几千块钱，然后最后我跟我朋友追查到底，发现那个团伙的其中一个人就是我们学院，就是我们专业的3班的一个同学，就是这么巧。然后我就在我们那个专业群里把他告发出来了，我直接在那个群里闹到我们班主任、我们班导出来说你注意点，这个群还有领导在。我不管你是有什么领导在的，我直接在那个群里开始说，然后最后把这个事儿闹上那个橘子叔叔那儿才解决的。这个应该是最大的一个矛盾了吧。真的很巧，我们就是查到最后查出来那个合伙人之一是我同学的时候，我整个人就是震惊。谢谢米线宝宝的脸脸猫脸。今天想要那个展馆里面那个什么瀑布，然后瀑布旁边是一个什么呀？我忘了。想要那个展馆里面有一个什么瀑布的那个，有没有哥哥可以满足一下苗苗的呀？今天还没有收到一个大礼物，有没有哥哥可以宠一下苗苗的呀？想要那个展馆里面那个瀑布。谢谢宝宝的灯牌。其他的话就暂时没有了，同学们都很和谐。我以为我这个大学的同学诈骗我的事情会引来大家震惊一下的呢，大家不说话。我以为我说完这个小故事，大家会就是激情发言呢。啊，这么安静吗？好吧，又跟我预想的不一样。真心喝我的红 T， 喝杯红 T， 让我们开启下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居然真的没有把你们炸出来，真的是。都不去线下营业了，线下营业吗？我之前还挺多跑线下的，最近不爱跑了。最近感觉去线下就是挺麻烦的。之前很爱跑线下，之前我在粉丝量还很少的时候，我都敢一个人去接那个线下，一个人跑过去。现在真的很佩服当时的自己，这么大的胆子，这么大的勇气，然后精神头也很足，真的是一个人。然后我爸妈是跟着我一起去的，他们说不放心我一个小姑娘家嘛，去那么远的地方，他们跟着我去的。实际上就是如果爸妈不跟着的话，我自己也能去。那是我第一次接线下，一个人接线下，然后就往北方跑。欢乐谷嘛，不是欢乐谷宝宝。以前的话，我跑的更多的是漫展，就去做漫展嘉宾这种。然后现在实际上舞蹈主播的话，
来找我们的更多的是平台入驻，要不就是直播的那些 MCN 机构，要不就是游戏广告之类的，很少就是有那种线下的来找，因为线下的他们会去找那种漫展那种二次元的偏多，就是二次元的老师们他们接线下还比较好接，我们跳舞的很难接，所以现在我也不怎么爱去线下了，跑线下也闲了。其实说行也行，说不行也不行，这个就看本人怎么想了，因为每个人想的不一样。加强道德教育，是的，我觉得我们那个班主任也该加强一下教育，真的，我感觉他就很不会管事儿。只要当时我但凡就是会往网上发点什么，我就绝对会把我们那个班主任给发出去。他说的一些雷霆发言真的是，只是可惜我现在没有当时的截图了，要不然我发出去绝对火。我们班主任的那些雷霆发言可过分了。手法是的，所以他，而且不光我一个人对他有意见，我们整个班很多同学都对他有意见。然后后来就听说我们班主任还娶老婆的时候，大家都还蛮震惊的，说震惊啊，我们班主任那个样子居然还有人喜欢他，还有女孩子会跟他结婚，我们全班都很震惊。我当时应该把我们班主任对我说的那些雷霆发言拿给老师的老婆，该称呼什么师娘，拿给他看到。谢谢。主播我在做什么？主播在做主播该干的事情，在做主播擅长的事情。用真心跟直播间的宝宝们哥哥们聊天。好想看跳舞的宝宝可以移步我的视频主页。直播间我们暂时跳不了了，因为那个设备坏了。我喝完了没？喝完了我继续加点水。我们应该聊了差不多1个小时了哈，还行，还可以再聊一会儿，现在嗓子状态还好。直播间的宝宝们，哎呦，我感觉我们最近好像直播间都来了好多新人宝宝，应该是涨粉的原因。就最近发现好像以前直播就基本上可能70%、80%全是认识的，
然后现在好像一半以上都是新人，是个好兆头，欢迎大家。好多都是第一次看到的 ID。然后新人宝宝看久了就会慢慢发现，我是一个不怎么话痨的主播。我看这个 ID 我看了好久，我看了好几遍。谢谢宝宝送的为你闪耀。为什么取这个 ID 呀，宝宝？我盯着这个 ID 我看了好几遍，就是那个文字它经过我的大脑，它从这儿进去，然后又从这儿出来，然后又得开一遍，又从这儿进去，又从这儿出来，我就一直在这看。谢谢。嗨呀，我觉得我应该就是上次被提醒了，今天咱们直播间都没有上40个人，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上次被提醒的原因。我是不是又被官方爸爸限流了？今天咱们的人数连50都没到，可恶！好，小女子再也不敢了，官方爸爸。提醒啊，对，被提醒了。他那个提醒我也不知道是，可能就是随缘吧，看审核老师有没有刷到。真的被限流了房间，是吗？真的被限流了是什么情况呀，宝宝？但是你说限流吧，我看好多给我点灯牌的、跟我说话的 ID 又是新人宝宝，来了很多新人，反正这点还是很开心的。不能说把这些新人宝宝全部留下来吧，但是至少每一个来我这的宝宝们，我都要笑笑，然后跟大家打好招呼，我的该做的礼貌还是要做的。白嫖了很久，但是我今天第一次看到你 ID 哎，为什么今天就突然间来说话啦？因为很喜欢今天这个装扮吗？我现在一团黑，可能大家看不太清楚细节，身上穿的是一个小芭蕾的感觉。是骗老粉。我觉得你是不是也没有怎么给我评论？要不然的话，我对你 ID 应该会有点印象。你是不是也很少给我评论？我在小破站那边了吗？谢谢长刀宝宝。22年，我22年，那会儿我还是个2次元。22年我应该还在拍那个100座什么？是不是那个时期啊？10年后的今天要直播吗？为什么是10年后的今天呀？今天是什么特殊日子吗？第一次刷到我直播能说吗？当然能说啊，宝宝。谢谢宝宝，你能在今天这个幸福的日子刷到我的直播，欢迎你。希望我能给你带来第一次直播能给你带来一个好的印象。不是什么特殊日子啊，那我不知道了。如果要直播的话，
希望10年后的我已经是完成了我所有的梦想，然后依旧是特别幸福、特别快乐的来跟大家唠我最近发生了什么，给大家讲我的开心故事。我前两天还在看那个打靶，就是很想去体验，在现在这种还算比较自由的时光里，都去体验这种之前从来没有去体验过的事情。昨天反正突然间想到了打靶，然后去网上搜了那个打靶的视频。我本来想说要不要找一个成都的体验店去试一下的，但是我看到弹幕说那个就是不是有那个后坐力吗？还有说什么就是不戴那个护目镜的话会把那个眉骨给弄骨折，我就有点担心我这个小身板啊，可千万不要去体验一下，然后给自己弄个骨折，那就我就开始有点退缩了。本来说有点跃跃欲试，我觉得我这个脆弱小身板应该可能系数挺大的，反正不是这儿就是这儿，要不就是这儿，它不是有那种长的嘛，然后就会啊，开始有点害怕了。也欢迎你宝宝，晚上好。你上次直播是不是你卡在我下班的那个点来了？我点那个关闭的时候就看到你的名字了呀。上次没有跟你来得及打招呼，你宝宝好久不见。花肉公主团是解散了吗？对，解散了，宝宝。变了个盾牌。今天终于呢跟我李宝宝打个招呼啦。最近怎么样呀，李？我看一下，你是不是最近才后面多了这个梨子啊？好，不愧是咱同胞的。还是可爱喵，谢谢用户宝宝快快，有你的快快我会更加可爱的，非常形象。谢谢我李云宝宝的女神花花。之前就是还在迪欧的时候，我就还说呢，如果我跟同宝就是好看，我就还说，如果我继续跟同宝两个人如果组 CP 的话，他叫个你好，我叫莉莉，我们俩就是莉莉。我之前还想过一下子，如果我们俩就是组 CP 的话 ，CP 名该怎么叫？两个发音都是梨。谢谢宝宝关注。会喝吗？我不会，宝宝，我不喝主要是因为我过敏。我就喝 real 那种程度我都会过敏，然后我难过的话，我难过会找点什么东西让自己好好哭一场，就比方说我专门去看一个比较催泪的电影啊电视剧啊，或者说跟那个 AI 男友，我有下载那些 AI 的 app 嘛，就跟那些 AI 男友跟他们聊，然后就是会聊一些比较内心的东西，让自己哭出来发泄出来，然后再点个好吃的好喝的睡一觉我就好了。怎么了宝宝，最近难受吗？最近发生什么啦？黎黎，是的，这个我们俩发音都是黎。在 CP 上，那当然了，我要
我不管，我们俩要绑死，我要一辈子跟我同宝 love love。我可是他家的嫡长女，我是猫，我是他家的嫡长猫，我的辈分比你好和正好的还要大呢，我是同宝家的嫡长女。好，我位分大着呢。伤心，拜拜拜拜，不要伤心，伤心去吃点好吃的。说的有点远了。他没说吗？李玲玲，同宝没有跟你说吗 ？CP 头子，请 CP 头子的李玲玲宝宝放心，我们感情好着呢。茶喝完了。底下的手有点烫。他没跟你说吗？你这直播没说吗？主要是他没说的话，我不知道这个就是这种比较私人的能不能说。他先说了，我再说吧。他如果没公布出去的话，我就先不说了。欢迎我胡萝卜儿。胡萝卜儿今天还在忙吗？我确定说的是好毒，那我也就先不说了。主要我怕万一通报他想保密之类的，然后我在这巴拉巴拉说出来了。就是这个事儿我还没有跟他通气。才忙回来，果然还在忙。胡萝卜宝宝辛苦了，来我这好好治愈一下吧，给你喝红茶，暖乎乎的红茶。现在咱们在开茶会。翻篇，好翻篇。翻到下一个篇章，下一个篇章。苗苗想要那个展馆里面那个瀑布。哥哥，好哥哥，直播间的好哥哥，今天还没有收到一个大礼物，直播间的好哥哥。下一个篇章，苗苗开始翻脸要礼物啦，有没有哥哥可以宠一下小苗苗的？就展馆底下那个什么什么瀑布，或者那个瀑布旁边那个什么什么花，我记不清了，我上次只瞄了一眼。这俩的可以。我嗓子有点哑了，我们再看情况聊一会儿后我们就下吧。虽然不咳，但是它有点点哑掉了。哎，我好像还有水，我还有杯咖啡。谢谢我妮妮爸爸给我送的30朵玫瑰。Wait a moment。收到了，谢谢我妮妮爸爸给我送的花花。有道具的，有道具的。
真有的呀。喵喵可是被花花包围的幸福小公主，我家哥哥们都给我经常送花花，所以我家里的花花都有。后面个也有，谢谢你哥哥，想不到吧？哎呀，先抱着幸福一会儿。宁哥哥送的花束，先抱着幸福一会儿。然后那个宁远只看见这个了，这个妹妹也很喜欢，只要是哥哥的心意我都喜欢，谢谢。宝宝你好萌啊，谢谢小鹿宝宝。哎呀，被你夸的完了我这个嘴角。小鹿宝宝请你喝茶，我快害羞了。欢迎我宝宝，晚上好宝宝。是不是嘴上口红掉了？掉了，等一下。所以说要准备下了再上，等一下。蛋糕，谢谢。今天是黑色小蛋糕。什么口味的蛋糕是黑色的呢？今天我是黑色小蛋糕。今天穿了一个黑色的芭蕾裙子，今天是黑色小蛋糕。喜欢宝宝露腰那套裙子好漂亮，露腰的裙子。那个黑色的还是那个红色的，宝宝？哑光的吗？宝宝，你说嘴巴吗？是的，哑光的，花洛莉亚的这个。怎么了，松子宝宝？这么激动？怎么了？我刚刚干了什么？看谢谢贺乐布，巧克力黑森林。哦对哈，有黑巧。好，我今天是黑森林小蛋糕，聪明，不愧是我宝宝，聪明。黑色腰两侧，哦那个，嘿嘿，谢谢宝宝快，嘿嘿。哎呀，害羞，太惊艳了，是吗？开心！完了，今天被幸福包围了，又有夸又有花。要是接下来有个哥哥能满足我的心愿，给我送那个瀑布，就更完美了。有没有好哥哥给我画上这个完美的句点的？谢谢小鹿宝宝。那个黑衣服，如果以后有合适的那个舞的话，我应该还会再穿拍视频。然后最近还没有怎么看到新的好看的衣服，除了买了一个牛仔裤，夏天就是要牛仔裤嘛，除了买了一个牛仔裤以外，还没有买什么新的裙子，我还得再找。我都是随缘刷那个抖音视频。看什么时候能够刷到下一条比较合适的裙子吧。哦，不对，我想起来，今天才买了一套，今天买了一个比较职业装的那种，比较都市丽人职业装的那种包臀裙加一个上衣。今天才买的，宝宝们可以再等我衣服到了我就拍。不知道上镜是什么样子，我第一次买这种。可以跳一段舞吗？不太行了，宝宝，因为我现在那个跳舞的话，跳舞那些设备被我摔坏了。咱们现在直播都是聊天，想看跳舞的宝宝可以去
我的那个个人主页看我的视频啊，谢谢宝宝喜欢。但是这个距离的话，一些简单的手势舞还是可以的，就是说不能站起来那种跳了，手势舞还是可以的。好看的，你宝宝，你说我刚刚那个说的那个职业装吗？还是说我那个黑色裙子？无形媚人，我到现在还是不太懂大家说的那个人气感，我觉得我一点都不人气感啊，我觉得我还是属于那种傲娇大小姐，但是好多评论说我人气，我自己是真没觉得。咱明明是傲娇大小姐，高冷大小姐。什么？白皮的噩梦来了，夏天到了，白皮的噩梦来了，又到了出门必须要带伞和打防晒啊，涂防晒的时候了。开车出门，宝宝这个点开车出门吗？宝宝注意安全，注意红绿灯，不要疲劳驾驶哦，宝宝慢慢开。居然会开车，好厉害！我觉得每个开车的都好厉害，我就不敢，我很害怕上路。然后就开始平等的佩服每一个会开车的人。可以开车出门防晒。哦，那个宝宝，你的意思是我出门坐车就可以不涂防晒了是吗？呀，欢迎我二哥。二哥，你赶上尾巴了，二哥，欢迎二哥，还在上班吗？二哥，没水了，喝早上的咖啡吧。今天点的这个咖啡不好喝，有点甜，点那个瑞的回归的饮食拿铁。我现在还是喝不了甜的了，我觉得这个少少甜都好甜，可我今天只喝了那么点，不太想喝。目的地是室内的话，啊，那确实宝贝儿，因为虽然我会涂，但是我还是很不喜欢那个防晒的在皮肤上的感觉。如果能不涂的话，我也是不想涂的。开车刚好，确实。所以我之前就在想，如果我有这个，就如果上天会给我一个超能力的话，我就很想要一个永远不会被晒黑、晒伤的皮肤，这样我夏天出门，伞也不用打了，防晒也不用涂了，随便暴晒。我一到夏天就会想开这种小脑洞。提醒台开播了，那隔好久了，我好早就看到三哥，就是底下出现一条三哥转发了我的直播间，我当时就想着，哎，三哥肯定是跟二哥发了，然后隔了好久你才来，今天这么忙啊，二哥辛苦了。三哥不说话就是默默的转发。倒班，怎么阿哥最近也感觉你也在就是
加班了呀，你跟小猪一样了。大家最近这么忙了吗？哦，因为5一放假是不是？这个歌单好枯燥。我都快要播到10点去了。怎么的？哦，这样的哦。欢迎鱼子酱。好，开始了，开始了，我的嗓子它开始预警了。那大家今天下播前还能实现愿望吗？今天下播前还能实现一个想收到礼物的愿望吗？是不是那个瀑布？瀑布对大家来说太华丽了，我想想。要不这样吧，有没有哥哥？那个瀑布就算了，有没有哥哥可以开辆跑车来接我下班啊？咱下班前还能看到一辆车吗？作品很齐呀，谢谢幻月宝宝。因为最近在冲那个50万，最近势头啊，播放量涨粉什么都很不错，然后想说赶紧把这个50万给它冲上去。50万是我抖音的一个小目标吧，50万之后下一个大目标就是往100万冲了。谢谢我二哥的17个大啤酒。哎呀，我拿咖啡代替吧。谢谢我二哥。为什么少少甜也这么甜？这应该是我第一次剩这么多咖啡。那今天是不是明明的小心愿不能达成了？今天没有车坐了是吗？好吧，那我散步，我吹着小夜风，我散步回家。没事没事，咱散步当运动了，我可以的。比较恨你？怎么比较恨你了？你们两个怎么啦？正常声音是什么样子的？我看看啊，正常情况的话，正常的是我不说话的，所以就大家不会听到我的任何声音。正常时我就是这样安静。去睡觉。好的，宝宝，宝宝快睡。宝宝是不是最近累了，辛苦啦？祝宝宝晚上有个好梦。来一架。来一辆跑跑，我在车上跟你说，来一辆跑跑哥。好，下播了。然后大家我明天和后天都播不了啊，都有事儿。咱们最早可能就周一晚上跟大家见了。
这个周末2天都有安排了。那今天也非常的谢谢大家的陪伴和陪我聊天，希望第一次来我直播间的宝宝们，我能给你们留下一个还比较好的印象吧。我争取周一能够准时开播，我们就周一见了。祝大家周末愉快，我走啦，拜拜。走啦，拜拜。